26岁，来自江苏销售，有请王先生。女嘉宾李女士，28岁，来自江苏销售，来，有请李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天谁要来的呀？是我要来的。来干嘛呀？我老公吧，就是平常他异性朋友特别多，然后总是跟一些女生啊、男生啊，然后3更半夜喝酒，很多这样异性的朋友，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哦，异性缘很好哈。对，工作需要有的是您的工作是？因为我们是做那个活动策划的嘛，然后就是会有很多的那些策划师或者说营销的一些女孩子，当然呢，我们也会去认识更多的其他公司的一些可能也是做这一方面的，那我得跟他们去打交道。其实对你来说，你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工作需要，对对对。但是对您来说，这属于生活困惑了，是吧？那肯定啊，就是我觉得正常的工作需要，就结交朋友啊，这也很正常，但是没必要就是一个礼拜出去2、3趟，甚至3、4趟就在外面喝酒，喝到3更半夜，然后还把人家女孩子带到家里来，就是给我妈都知道了。有一次我妈到我家来嘛，因为我们是单住的，我妈偶尔会过来帮我带孩子，然后她就把人家女孩子带到家里去了。然后我妈就说啊，你怎么这么不当心的啦？人家女孩子都带到家里来了，你都不关心这些事情的。我说我都跟她说了呀，吵也吵了，没有用啊。我说她工作需要，整天就跟我说工作需要。就是那天呢，我有一个活动要做有一个活动要做，然后呢，当时呢是需要带2个大学生的助理一起去活动现场，就是配合我一起把那个活动给完成了。然后当时呢，有一个大学生是自己已经坐车过去了然后另一个呢，他因为可能学校比较远，然后我说那我这边我来接一下你吧，然后我就去接他了。当时正好有东西落在家里了，然后我就心想，要不我回家拿一趟吧，正好也经过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的时候我心想，那总不能把女孩子一个人扔在那个车上，然后毕竟我停在地下车库，就也怕她就是害怕啥的，然后我就把她一起带回家，然后拿完东西我就走了。这是你的解释是吧？对对对。你们家这个事儿多吗？经常出这种事儿吗？很多这样的事情，像这个事情是给我妈发现的，然后还有我同事知道的，就是他毫不避讳，你知道吗？他就是到我工作的酒店，他也去带着一帮女孩子、男孩子到我们酒店去喝酒，然后喝到晚上。因为酒店一般都9、10点就关门了，就要下班，然后他就在那个酒店里一直喝，喝到人家同事包括服务员都跟我说你老公昨天喝酒喝到很晚了我们都要下班回家了，他还在那喝，又不好意思去催他，人家同事都跟我讲，就说一大帮女的还有男的，很乱的这种生活，人家同事都跟我讲到脸上来了，人家都说的你当心点啊，人家这么多女孩子，现在女孩子心眼都不单纯。你知道你妻子介意这件事儿吗？我知道，但我觉得这很正常一点又不是我有什么刻意隐瞒着她，我所有的电话我都在她面前接，包括我认识的每一个女孩子，我都会告诉她，我今天这个，她会有的时候会偶尔会问我一下，她就算不问我，我基本上我出去吃个饭，我都会说，老婆，我今天要跟谁出去吃饭啊？我都会讲，然后我说要不行的话，我说你跟我一起去吧，我说现场女孩子也挺多的我说你要不跟我一起走吧，然后她说，我很忙那我不愿意啥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心里自己又没鬼，我为什么就是不能够，就是因为我本身一个是工作需要，一个可能就是从小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可能跟女孩子接触的更多一点所以其实你也并不介意她的感受是吧？也不能说完全不介意，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正常。没有你有一次就是什么电话都知道了，有一次人家给你打电话，是我怀孕的时候，我去我娘家了，然后我回来以后，然后他在桌上，我们大家一起在吃饭嘛，就还有他爸妈，他就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我在有事儿，我在忙，我先挂了。然后我就当时觉得他那个表情也很不自然，然后话筒传出来的声音也是女孩子的声音。当时我没有说什么，然后等到吃完饭以后，然后我说我们出去散个步吧。我说刚刚谁给你打的电话？他说网络电话。然后我说网络电话吗？我说我打过去试一下然后我就打过去，然后他那个电话里说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然后我当时就很好奇，怎么刚刚打过来的是有人接的，现在就拨过去就是网络电话。
然后我就问他，他当时就发脾气了，他说啊你不相信你可以查呀。后来我就去查了，我一查吓了一跳，那个有个电话你知道吗？每天大概有10几个通话。然后每个通话都在40几分钟，甚至1个多小时。然后我把那个号码拿出来对了一下，跟我刚刚拨出去的电话，就最后1位数是相差了1个，比如说是8，他把最后一个数字改掉了，改成9，打过去就是空号。哎呀，这是一个谍战剧哎，都聪明哎，是改。这个我来澄清一下，我想说一下，其实这个事情呢。也是在我们就是几年前发生的一个事情，一直在他心里可能是个梗啊。然后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我那个时候也年轻，也不懂事。然后她呢，就是怀孕了以后呢，她回她老家了。然后我这个人呢就是不喜欢那种一个人的生活。然后当时我老给她打电话，她不是就是这边有事，就那边她要去那个小伙伴家打牌去了。啊，要不然就这边还在跟人聊天呢。对，听明白了，你就说我很寂寞。对，他就没时间跟我唠。对，然后那我对吧？那个时候又流行微信的那个摇一摇，然后我就咔咔咔给摇到呢，正好摇到一个女孩子。然后那女孩子呢，就是我那个时候号码还留在了就是那个微信的那个上面。然后她就突然之间就莫名其妙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打了个电话以后呢，然后我就给接了。接完以后呢，就停不下来了。对，就聊呗。对，那个对啊，那为什么要改那个号码呢？然后你不是说我很坦诚，我很坦荡吗？对，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没有不像现在那么，那个时候还知道遮掩一下，现在连遮掩都不需要了，不是这个意思吧？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反正是你改的号码。对，我那个时候确实改了，我怕就是他那个时候会多想啊。也就是说，在很早以前，其实你就发现你先生是这样了，是吧？对。所以因此到现在一直处在一个慌的状态里，是不是这意思啊？对。你老觉得先生可能会出事儿，是吧？对。但是是不是查了查发现还好，也没出什么大事儿，或者说也没查到什么？对。最关键就是没有证据。行。你抓住证据之后，我们假设，我没其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假设你抓住了证据，您打算做些什么呢？比如说，因为有了证据，所以我跟他离婚，或者因为有了证据，我希望他且行且珍重，也是一种方式。就是你要这个证据要干嘛？如果我抓到证据的话，我肯定是要选择离婚的啊，我肯定不会再在一起了。行，这部分我们听到了啊，就是跟异性交往过密，这个你承认吗？承认啊。我要问第二个大问题了，对孩子怎么样？对家庭怎么样？就是这部分的这个责任，他担当的怎么样？作为一个老公，这样说吧，就是小孩子早上是我送的去上学的，然后呢，因为我到家要6点钟，然后孩子是4点钟放学，他工作很自由嘛，所以小孩放学就是他接的，然后但是呢，他就是把小孩就是接完了就放在客厅的，他然后在房间里不知道干嘛。然后就是要么就是给人家语音聊天了，要么就是跟人家一起打王者荣耀了。然后反正就是我下班回来，我就是看到他一个人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然后小孩子渴了，比如说想喝水啊什么，他说：“哎，你自己去弄去，你烦不烦？”就是对小孩子很没有耐心的。啊，承认吧？也不能完全承认，但是也确实会有一点。这是对孩子啊，对这个家呢？对家庭嘛，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也不怎么管，他就是反正他知道，哎，每个月那个房贷他要还的，就3000块钱他要还的。然后平常比如说，我这个人呢也不会去问老公伸手要钱，人家都跟我说的，说啊你把你老公经济管好了，你不要去啊让他在外面就是瞎喝酒啊瞎用钱啊，你把他经济抓好了。但是呢，我不会去问他要钱的，随便他。就是他，我自己觉得我能赚到钱，我就自己花，我不想去花他的任何一分钱，所以我也没有开口去问他要过钱，他也从来不会主动给我。其他的家用谁出啊？也是先生出，还是你们俩一人一半？就是我和我小孩的费用都是我自己来的。哦，比如说等于先生管的是房贷和他自己的开销，对，你管你跟孩子的，对，比如说家里有时候因为那个什么水电费跟那个煤气费是绑着他的支付宝的，所以他就是每个月他会付的。哦，对，就是家里的基础的开销是先生负责，是吧？对，其他的开销你负责。我想问一下，这个先生家里面会不会给你们一些贴补啊？对他爸妈会给，因为小孩子的学费和那个保险是他爸妈在付的。甩手掌柜，
我这么听下来是这意思吗？对他没有责任心的，他就是觉得自己还是个单身，啊，就是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感也觉自己不能这么就是说吧，我觉得，因为你看小孩子有的时候生病的话，那也全部都是由我一个人照顾，基本上因为他要上班嘛，没时间，然后我就会把孩子就是所有的就是比如说送医院也好啊，或者说照顾他吃饭啊，还有包括吃药，当然这个我觉得也不是说就是我要去辩解什么，就是说其实孩子我还是会顾的。在这个婚姻里面心定过吗？你还是一直就这么悬着，害怕？一直这样。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可能有些事情只是我没有发现而已，但是它其实已经发生了。这个我觉得你有点想多了。如果说真的要发生什么的话，我基本上我晚上我从来不会夜不归宿，我就算喝到再晚的酒，我都是一定会跟朋友说，即使我真的回不了家了，那你记得跟我老婆打个电话，让她过来把我给带上楼，我肯定是要回家的。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就是准则，肯定不在外面过夜。你介意他的感受吗？我觉得其实真的这个很正常，我觉得他真没必要这么想。其实说白了就是你不太介意他的感受，对吧？对，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挺正常。对，在你这儿是正常的。对对对。但是你会很担心，是吧？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像他说的工作需求的话，那我宁可他换了这份工作。我觉得我每天就很担心他，我觉得我自己上班带孩子已经很累了，然后我半夜还要担心他回不回家啊，能不能回家啊，有没有倒在路上啊？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我自己觉得很累，受不了。妻子今天来是希望改变现状的，对吧？对。所以咱们让老师们帮你们分析分析应该怎么做，好不好？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莎娜老师。
白老师。两位好，我觉得王先生听起来其实好像是一个特别孤独的人，因为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制造了很多的声音、很多的喧哗、很多的人来去充斥你每一个时间段。就看起来你的生活已经喧嚣到让人感觉到嘈杂。什么样的人能够去忍受这样的一种嘈杂？其实是内心非常的孤独，并且没有自己没有能力去排解这样的一种孤独，所以他以为他可以用一些人、一些事情、一些声音或者一些环境、一些热闹来去把自己内心的这种孤独感，或者你叫寂寞，给他去排挤掉。但是显然其实那是不可能的，你的身边的这些东西越多，你反而会越陷入到一种茫然当中，因为这些东西你会发现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你感觉到内心有安全、幸福、踏实的感觉，所以你的这种内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如果你不能够察觉你所使用的这些方式最终只能把你推向更加荒芜的那个深渊的话，而且你会真的失去你身边所有的妻子、孩子、亲人，你会失去所有，你会变得更加的绝望。一个内在对爱有如此匮乏感的人，他是没有能力去爱的。你能拯救他吗？我也不这么认为。我不认为你今天来是要给他立规矩，也不是来去其实他的潜台词是在说，请你给我留点面子，在我的家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或者说你做的再高级一点，别让我如此的无地自容。男生一直说我心里是没鬼的，他料定你没有一颗敢于捉鬼的心。你是属于那种明明知道门里面有鬼，你也不敢打开门的那种女人，你敢吗？我时常在描述说，这扇门的外面和里面彼此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外面的人不敢打开那扇门，因为他害怕这门一打开，可能过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所以他害怕，他想开又不敢开。而里面他也是两种感觉，第一，他害怕见光，第二，他又不怕见光，他在比。他在比什么？比谁的容忍度够大。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俩之间就在这扇门的博弈。但是他其实已经赤裸裸地说出了，他很享受暧昧的感觉，对吧？你是不是很享受暧昧的感觉？你说句实话，没有关系。你很享受与女生交流的感觉，很享受那种似是而非但却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感觉，对吧？就是不说透，但是心里又充满着某种荡漾和可能性，对不对？啊，他是享受的。证据不证据不重要，最关键的是你
认为你的底线在哪里。模糊底线其实是太容易了，因为人都有自欺欺人的本能。但是你要想清楚，所有的一切到目前为止，只是你自己骗自己。我们一起进入内济联合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觉得就是刚刚听完老师们说的东西，我觉得可能确实是我过分了嘛。我觉得改吧，用时间去证明。
我就希望你换一份工作，然后可以像别的人一样朝九晚五。可以，好吧，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来，请关门。我们看了一段这个婚姻，其实你就可以给它下注解了。就这种婚姻，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腐败的，啊，它都烂了嘛。这个婚姻是完全烂了，能不能好，其实在于他们。啊，男生最后有个表态说：“哎呀，我确实是错了。”女生在这个时候才非常小心翼翼地提出一个要求。到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她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反应，她是屈辱的，她是难受的，所以她那个泪才要下来。她提出了一个要求是：那你把工作换了。其实这不是一个换工作的问题，是你自己到底对婚姻有什么要求和你的生活底线的问题。好了，让他们自己在。来，有请我们的小花同学，有请。来，这边小伙子啊，小姑娘啊。好了。谢谢，好好的去改变吧。来，谢谢2位啊，庆辉。